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。没错，我最近脸上是动了一些个东西，我做了热玛吉超声刀，嘴唇上打了一些个 filler。作为一个博主呢，我把整个的过程全都用相机记录下来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、我的想法，做的过程中疼不疼啊，有没有用啊，花了多少钱呢，值不值得呀？估计很多网友都会说你挺好看的，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医美项目啊，优雅的老去就非常非常的美丽。我一直都在优雅的老去啊，就这个老去肯定是优雅，不可能说是张牙舞爪的老去吧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呢，做一个自我介绍啊，我今年33岁，然后我有2个孩子，一个是8年前生的，一个是去年生的。平时做模特，我还自己做博主。最近呢，我又是学生，我去纽约上学，平时在家就上网课、看书、写作业。生完了第2个孩子之后，我就是身兼4职，到现在热玛吉超声刀，其实我是很久之前就知道了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会去做这个项目，离我太遥远了。直到在今年的2月份，就是2个月之前，我不是接了迪奥的推广吗？我就是在镜头面前就是要化妆。我之前的视频不是特别 focus 在脸上的，我都是全身的镜头比较多。然后那次我就是一个素颜，然后我在那化妆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苹果肌的2块肉呢掉到了嘴巴两边。然后中间有凹进去，我就突然间我就想说，为什么我这儿会有2坨肉？我想到有可能就是我会老，我会有很多皱纹啊，我会就是皮肤变得特别差，没有弹性或者怎么样的，我都有心理准备。但是当我看到这个2坨肉掉下来的时候，我当时真的没有心理准备，断崖式的衰老。我总结出来这么几个让我突然衰老的可能性的原因吧。第一个就是我在我24岁的时候生了第1个孩子，然后32岁的时候生了第2个孩子。我24岁生完了之后，我也是瘦得非常快，但是瘦下来之后马上就变成了我那种巅峰的颜值。我特别喜欢我25、26、27、28岁时候的样子，非常的饱满，然后胶原蛋白非常非常足。我那时候甚至觉得生一个孩子像整容一样，就是让人特别漂亮。然后生了第2个孩子是我32岁的时候，我也是瘦的特别快，基本上出了月子就回到之前体重了。但是我就觉得老得很快，跟以前比不一样了，人就瘦下来就瘪掉了那种，胶原蛋白流失的特别特别快。第2个可能就是我瘦的太快了，我没有任何的运动，我就是纯靠那种累带孩子这种消耗耗下去的，被掏空一样的感觉。就有一个词儿叫卦象，极度累的时候你会看得出来的。我不化妆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觉得你看起来好累，体力可能各方面也没有这么强了。最后一个原因呢，我觉得也是最致命的，就是我在生完第2个孩子之后，我一直在熬夜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一门课的其中一本书。看书怎么办呢？我就夜里看，凌晨4、5点睡，睡到早上7点半、7点40起床，给我儿子弄早饭。我老公再送他去上学。这一天从8点开始，我就开始剪片，带我女儿做模特的工作，录视频，到我大儿子放学，辅导他功课，陪着他练琴，带他去各种的兴趣班。到了夜里的11点，放下所有的活，开始看书，一直看到早上起来4、5点。我基本每天都这样，而且连续好几个月。其实更累的是去年9月份到11月份，我是每个星期都要坐飞机到纽约，不睡觉到4点，然后我就pack up，让我老公送我去机场，到我纽约住的地方一共要6个小时，就是我每个星期都要飞，连续飞了3个月。在这个之间，我也是按时上传视频，按时带孩子，按时做模特的工作，我没有一个是耽误的。当然了，我牺牲的就是说脸上肉掉下来了，那我以后要身体出毛病了怎么办呢？及时止损。我从今年2月份开始，我就不熬夜了，上传的时间跨度大一点。我2月份的时候呢，参加了一个什么 event 吧，结果我就看见了一个好久都没看到的一个老朋友，是大学同学，我认识他15、16年，他都是那种很憔悴、很疲惫的样子。然后就那天，我就觉得他那个脸不知道做了什么手脚，反正就是好像带着滤镜就过来了。我说你脸好好看，是不是做了什么，是吧？是不是整容了还是怎么样的？我说你有什么招吗？我说分享给我吧。我说我的脸需要恶补，我说你要用什么东西你就告诉我，你要是去哪儿做了什么医美什么项目你也告诉我。我磨了他半天，他就告诉我了。我那天就去了。到了就是这儿，第一次来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如果可以的话就做，如果不行的话今天就不做了。
好，我们定格一下，现在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吧？24岁的时候，这个筋膜韧带就比较强韧啊，比较紧绷，支撑脸的这个软部组织和脂肪就非常有力气。现在这个呢，就是感觉韧带就开始老化了，失去支撑力了，胶原蛋白就跑地心引力那儿去了，就开始流失往下走了。我那个2点半预约，可以录是吗？不要录到别的客人。哦，不录到别的客人，一进去录像其实不太礼貌的。是后来又跟他们说了，就说我要去录像，做成一个视频啊什么的，做一个非常 honest review， 然后他们也都同意了。所以说这个视频不是一个偷拍视频。哎，有点紧张，怎么办？对我来说，我第一次去这种店，我觉得还是挺新鲜的。然后他这有一个工作人员就帮我把一些个我的什么出生年月呀，然后一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填一下，各个角度拍照，生成一个石膏像，哪里鼓出来，哪里凹进去啊，一目了然。我还觉得挺尴尬的，就感觉自己没有隐私。我们的这一块，是我们要去着重改善的地方。所以，就刚才我有用那个手去。这样去掐你皮肤的一个状况哈，我们这么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掐合的原因，是因为你这样子可以看到你皮肤其实它是弹力有所缺失的。除了一个面部的紧致的话，我们要去加强一个塑形的一个点。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热玛吉和超声刀的结合。那能量一定不会大，在热玛吉的这一个使用上是为了增加你皮肤的 firming 的程度，就是你的弹性胶原的一个程度。那我做超声刀的程度的话，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做？因为你看到你这个地方它的线条，墨纹都出来了，就是不够漂亮。那我只有做超声刀的话，因为它是可以刺激到筋膜层和肌肉层的部分，去做到一个提拉，所以一个是紧致，一个是提拉，双向的结合，你的效果才会是最好的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做一个热玛吉和超声刀两个的结合。OK。他说你要做热玛吉，就是让你的皮肤就变紧，超声刀呢只做这下面这个腮帮子这条线给你弄回来。最好的效果的话是在3个月其实是会很好，但是1个月的效果已经会非常的明显了，好吗？皮肤所有的你有对都有，他们会帮你去做清洁。我还是希望就是上镜更好看一点嘛，我就跟他要求的把皮肤的妆卸下去，粉底啊什么的。然后妆呢都还给我留着。放松，头有点干纹，就是比如说你的毛孔 pores， 你看到就毛孔比较大的 T 就它跟这个 wrinkle 呢，有时候可能会连在一起。对，UV spots 是里面的抗氧化的那个 UV 对你的底层的伤害其实还蛮高的嘛。啊，我有 wrinkle 啊，眼下也会有一点点，对，因为你毛孔。可我都没有表情，它也不是，它这 wrinkle 它的是你的 skin 的那种 line， 你看你会有细纹，我可以拿镜子来给你去看啊。妈呀！所以你看 wrinkle 你的 wrinkle 一开始就热玛吉，贴上一个导电的一个东西，怕我疼，他还给我吃了一粒泰诺止疼药。就很多人做热玛吉的时候都哭得跳起来，然后就在那狂流眼泪，然后就弄一下就叫半天那种，所以我就一直特别害怕，特紧张，我就觉得说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就怪丢人的，在那嗷嗷叫的。他弄了几下吧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好舒服哦，就是感觉有一点点的热，但是那个热就真的是半秒钟的热，然后它马上又冰上去，就很舒服。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，为什么网上那些人都在哭在叫？然后他们说是因为有一些机器是比较旧的版本，没有冷却的功能。那我现在用的是第4代的，他们就手法比较快，它不是说你觉得哪松它就停在那儿只弄那儿，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这样子弄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每个技师他对这个机器的运用的技巧也都不一样。热了一下，然后马上凉，热了一下凉，就是很舒服，你可以完全放松，然后就这样啊。relax，直到
开始疼为止。我这个热玛吉打了，起码打了2个多小时吧。疼的时候只有大概5分钟左右是疼的。痛吗？疼。那在 3.0，所以让你看一下，如果你能上去就上去，如果上不去就不要。其实一样的 energy。你刚才 energy 也是够的。better？哦，因为有时候有些脸是有一边脸可能sensitive一点。哦，你这边脸可能比另外一边敏感一点，痛容易痛。哦，有点痛。对。OK， 是一个感觉有针扎进去。Okay, 2.5 now. Yeah. Okay. 我这有一个针哈，去抽血，你会知道有针，它会强行给你针要进去，对吧？那你就说，哎呦，疼那么一下，就这么一下，就结束了。它是这种疼，你躲不了的疼，就是你扎进去一下，你还不能躲，它针已经出去了，它还在疼。它就是疼，是这种疼，只有在肌肉这个地方它才会有这种疼，在这个地方就是完全不会有疼的感觉。他也没给我敷麻药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疼呢是完全可以忍的，我也没有哭，我也没有叫，我也没有躲，反正我就哎呀呦，就皱下眉头就过去了。我哪些人不可以做呢？热玛吉呢导电的嘛，身体里有一些个金属或者是电子装置的心脏起搏器呀、钉子呀，就不可以做热玛吉。如果说你还是想要娃娃脸，然后不想要脸太尖的女生，你就不要做热玛吉。超声刀呢，主要是做我这个双下巴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下颚角，就腮帮子这个地儿，把这个线给我弄清晰点儿。这个做的挺快，这个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他就是说，如果是有钉子的话，超声刀是无所谓的。就是说你那个带了心脏起搏器啊，或者你有什么种植牙呀，或者说你脸上有钉子啊，也都是可以做的。把你的这个骨相就完全暴露出来，然后就会跟着你这个下巴走，就会特别特别的 V， 脸特别特别尖。特美。就是做完了以后啊，你的这个线条上面来讲更清晰。对，就好多人都觉得，就觉得我什么都不用做什么的，其实自己比谁都了解自己。对，尤其在灯光啊什么的特定的时间看自己，我都不想照镜子。尤其你现在做哈，你之后是maintain，你的效果会更好。左边是前，右边是后。当时其实可以看出来一些个效果，但是他们说这个效果最好是要8周之后。这个下巴反正已经上去了，然后正面就感觉更圆润了，我旁边掉下来的肉确实有一点上去了。价格呢，一共是4693加币，我的心目中价位大概是5500啊6000左右，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我能承受范围内的。当时做完之后，我整个都是懵的状态，因为我躺了太久了，然后我起来了之后，我又觉得挺饿的，我也不敢碰我的脸，当时我的脸很紧，就是怎么那么紧呢？不是你刚洗完脸的那种干，它就是感觉很紧，我都觉得都没有表情了，就往里收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敷面膜。我白天敷一个，晚上敷一个。面膜就是我在超市里面买的，就很便宜的，就补水的。我做完了之后回了家，2个星期吧，就皮肤整个状态非常非常的好，就是摸上去就比较陌生。当天晚上我回到家，我老公不知道我去做了，当时我头发也是扎起来的，我老公就说：“哎，你脸怎么变小了？你是不是最近瘦了？”就这么一句话，我就觉得，哎，钱没白花。他们说，如果你好好保养的话，这个可以持续1年。1年半2年，如果我还像我以前一样这么累熬夜的话，我估计很快就打回原形了。它这个效果是非常缓慢的，非常慢的。我现在已经等了2个月了，一天会比一天好，但是你当时做完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的明显。但是当时做完的时候，我老公还是说我脸小了。我过了几天，然后我又去找他们做嘴巴，可能有的人觉得小嘴巴非常非常好看，但是我觉得我嘴巴有点过于薄了，上嘴唇薄真的很薄气，我这个人中就会特别特别的长，什么我都不需要，我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，我说我就是要来打嘴巴的，再敷麻药，这是我之前的样子。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嘴巴打的不要像老外那样，老外觉得很成功的嘴巴，我觉得像毁容一样，整个都是撅着的。一会儿看看打完的对比，有点紧张，增加它的面积，所以我把要求跟他们说了之后，他们就给我打了。
我擦了点口红在上面。我觉得我现在这张嘴才是更适合戴在我这张脸上。如果说你不想过早的去花这个钱的话，还是要多运动，多注意休息，不要熬夜，不要让自己太累了。断崖式的衰老了，真的是不可逆的。我做了这个，会不会年轻10岁？它的答案是不会的。33岁你做完之后，你不会变成23岁，但是它会让你回到就30岁左右，年轻个2岁，回到2、3年前之前的状态，紧一点嘛。你2、3年前肯定比现在紧嘛，之后衰老的速度最慢一些。那至于说我以后还会不会做呢？他们推荐的就是1年、1年半、2年这样子做，但是我觉得我要靠我后天的保养。如果要是在我非常爱惜自己，然后休息好、睡好觉的情况下，我想要去再优化一下的话，我是还会再去做的。但是我不会说是上瘾，就是我到了1年，我还不照镜子，我马上就去，我是完全不会的。只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不得不去做的时候，我还是会选择去做的。这个医美啊，还有微整形什么的，对我来讲哈，一个就是千万不能上瘾。别看我现在把嘴巴打了，你说你要不要弄个眼袋啊，要不弄个毛孔啊什么的，我觉得不需要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包括我有很多个斑，我都觉得我这个斑是养起来的，因为我觉得有斑真的很自然，我开心才行，我得为我自己而做出改变。不管你长什么样，你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。你要真的有什么想改的地儿，你就把自己不开心的地儿改了就行了，你不能说每个地儿你都不开心，物极必反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的视频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就请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点一个赞。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，就请订阅一下。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